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了贵尔公园，我们是从侧门进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侧门呢挨着停车场近，而且最主要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卫生间。当我们进门的时候呢，就被这个厚重的这个大铁门所震撼到了啊，非常让人记忆深刻的那么一个设计。哎，这个地方是我特别喜欢的，这叫做波浪洞穴，是贵尔公园特别适合拍照的地方。由于高迪追求自然的理念，他所有设计都试图不破坏原有的地形结构，但是公园目前所在的位置处在一个极度复杂倾斜的坡度的地形上，在不得不破坏一部分地形的前提下，高迪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保留地形的原貌和走势，并最终形成这些弯曲的拱门和倾斜的立柱。如此奇妙的力学实验，它已经坚固地矗立了1个世纪了。你看，我们在这里边走走，哎，外面晒晒的啊，但是走在这个里面，有个阴凉，还挺舒服。贵尔公园得名于其赞助人埃乌陶·贵尔，他是一位富有的巴塞罗那工业家和政治家。他委托高迪建造这个公园，以成为一座独特的花园城市，供富有的市民居住。然而，由于缺乏购房者，这个规划呢，最终未能实现。尽管如此呢，高迪仍然继续着手建造公园的一部分，直到1914年伯爵去世，他的继承人决定停止这个项目的工作。从1906年到1926年，高迪在这里的生活、工作整整20年。公园最初的计划是建造一个60间房屋的一个住宅，但到施工完成大约20%的时候，当他们试图出售这些住宅的时候呢，他们只卖了3套房子。实际上呢，这些房子的主人是谁呢？一个是贵尔的，一个是高迪的，还有他的律师的。哎，这栋粉色的小楼就是高迪住了20年的房子，现在仍然保持得很好。他现在又作为一个高迪的博物馆向对外展示。哎，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贵尔公园的中心区域，被称为大广场。它是贵尔公园的核心，被高迪设计用于市集和娱乐活动的场所。这里啊有一条长凳，被称为多彩的蛇长凳，它是贵尔公园另一个典型的符号，像蛇一样蜿蜒盘踞在观景台的这个高处，打破了传统公园长椅固有的形象。它也被列为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是全世界最长的座椅。它每一片都在闪耀的颜色的陶瓷拼贴出独特而美妙绚丽的风景。此外，作为一名天才的建筑师，在那个年代，高迪就运用了人体工程学。你看，大家坐上去多舒服啊！但是我可告诉你啊，天热的时候很烫屁股。这块又是蓝色的区域，有些区域呢是有规律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有些区域是完全没有规律的，像这一块很随意。哎，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啊？这些随意的设计啊，是高迪很信任的工匠随意贴上去的。你想，毕竟这么多细节，高迪怎么可以面面俱到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工匠真的是理解这个高迪设计的这个精髓了，并且呢，他与设计师的风格保持一致，从而也间接说明高迪所以会信任工匠。当然了，这也是我自己的猜测了。如何给不规则形状的雕塑，尤其是曲面的墙壁覆盖瓷砖呢？简单答案呢就是打碎。瓷砖和玻璃的碎片结合了粗糙的石块，用最便宜的建材。谁说最便宜啊？这个瓷砖当时那个时候是最贵的，陶瓷都是当时是最贵的。
所以你说他打碎了这么多，可见他这个下了多大的成本啊！所以呢，他就创造出最华丽的这种姿态，这就是高迪无与伦比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在。贵尔公园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一个公园，当初计划将是一个60栋房屋的封闭式住宅的社区，所以有一个单独的入口和警卫室。由于这2座建筑独特而梦幻般的氛围，以及与周围和谐自然的景观，它似乎一进来呢，就走到了一个童话的世界。公园里这些绚烂的瓷砖拼贴运用了 Trickdis 的技术。那贵尔公园是高迪使用这一手法最多的地方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这个蜥蜴像。又有谁能想到这个巨型蜥蜴其实是收集雨水的装置呢？并且从它嘴里流出来的水呢，都来自聚集在公园水库的天然雨水，做到了很好的水陆循环。这不仅成为公园的象征，这个塑像也是巴塞罗那的象征。啊，这个角度处理得很漂亮。啊，高迪在他信任的工匠的帮助下，最终建造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标之一。虽然最终只是造好了公共设施，却成为今日炫目的碎马赛克拼贴以及入口这个糖果屋闻名的公园。1922年，市政府将其收购，开辟为社区公园对外开放，并于1985年被提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。奥特莱斯，哇，shopping的天堂，哇，看看，开始败家，开始败家 shopping 啊！这边这个价格怎么样啊，小伙子？还好啊。不是那个谁瞅的怎么样？来，让我瞅一下。瞅的不错，瞅的不错。现在我们到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地方要吃饭。现在你看这个天儿，是晚上9点多钟，那非常的亮，而且现在这个小广场上面有很多的节目，然后又有很多饭店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到这个网红打卡地方，你看这人这么多，我的老天，真是个要命的一个事儿。
我们在路上看见一个这个啊，我天，大石头蛋，大铁蛋子，谁知道这是什么的啊？实心的，我看的可是实心的，你看。这才是西班牙的生活呢。太火爆了！然后现在我们刚刚到了这个餐馆儿。然后又要等一段时间，要整理整理。然后这次我们过来有14个人呢，所以呢，他已整理出来一个地方，但室外已经没有地方，容下我们来吃饭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能到室内去吃饭。那我跟朋友呢，现在呢就到这个广场这边呢，我们来看看西班牙的大众生活。你看人家见面这种氛围啊，是不是特别好？Muchas gracias, Elena Ayrac y Raquel Centeno, nuestras solistas de Chicago. 西班牙也好玩，这种文化氛围特别的浓，我觉得比北美这块要好的太多了。北美做了一半，你看这面是绿色的，这面是绿色的。这边红色的，前面呢还有紫色的，你看那紫色的又去站队去了。哎，你看这是个什么呀？这是个合唱团吗？这是个，你看，现在是紫色的，大家伙吃着饭，看着这些人在跳舞啊，是吧？还能听着音乐，喝着啤酒，喝着小酒，聊着天儿，这种生活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了这家饭店，大家都已经进去了。我们现在要大吃一顿。那这个下手了，我就看着吃的，中间这个 cheese。是墨鱼的吗？这是，看着这黑乎乎的是吧？这是凯旋门。然后呢，现在是晚上的11点半吧。巴塞罗那的夜生活，哇哦！
在是晚上12点啊。12点啊，这12点啊。